系统让我攻略杀夫正道文里的女主，我换着人格攻略她8次，被女主杀了4次，我反杀了4次。第9次攻略的时候，我把刀架在女主脖子上，哭着问：“大姐，你到底喜欢啥样的？你说啊，我什么类型都能演。”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一剑抹了女主脖子后，系统宣布任务失败，我又被传送回了系统空间。坐上系统给的冷板凳，我脑海里还回荡着女主死前最后说的那句话：“只要是你，无论是怎样的你，我都不会喜欢。”系统默默出声：“宿主，你好好复盘一下吧，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再失败，咱俩都会被主神抹杀。你和女主每次都能弄成这种不死不休的局面，也算是一种奇才。”愤怒使我面容扭曲，和大猩猩一样捶胸顿足，仰天长啸，四肢朝地，在系统空间里阴暗扭曲的爬行。女主这个晦气玩意儿，真是气煞我也。第一次攻略的时候，我谨小慎微，伺候女主跟伺候仙人板板一样，却换来她毫不留情的一剑，直接捅入我的心口，杀夫正道。第二次攻略，我从枕头底下翻出女主的功法，比她更努力修炼，在她想杀我的时候打了她。第3次，我故意制造和女主偶遇的机会，让她美救英雄，没想到她面硬心更硬，直接让山匪将我从城楼丢下。温柔人夫，娇憨少年，纯情奶狗，高冷冰山，凡是我能想到的人设，我通通都表演了一次，把我自己都感动哭了。可是女主却连眼神也没给投过一次。这种铁石心肠的非正常人类，真的有攻略的必要吗？系统提示：空间时限已到。临走前，系统与我执手相看泪眼，哽咽道：“宿主一路走好。”我的眼前是一片朦胧的红色和一个黑色人影。我知道你是来攻略我的，但你注定会失败，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一个少女清亮的声音响起。我掀开碍眼的红布，面前容貌出众的少女明显一愣。她身着一身喜服，怀里还抱着一把黑色长剑，四周都是婚房的布置，一切我都很熟悉，因为这里是我攻略颜无欲的开始。系统特意挑选了入赘新夫这个身份，我信心满满的准备在新婚夜大涨一番好感度，却被女主道破身份。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女主这个棒槌到底是怎么每次都能知道我攻略者的身份的。不过这次哥烦了。第一次攻略时，我无怨无悔地坠给家徒四壁的女主，替她洗衣做饭、挑水种地，最后心口被捅了个洞子。人家利用完之后拍拍屁股飞升了，你说气不气人？你怎么能自己摘下盖头？哥真的烦了。我怒瞪了他一眼，不摘留着干啥？你娶我之前咋不说不喜欢我？现在把老公啊不对，是把新夫坠回家，你就觉得有恃无恐了对吧？我是瞎了眼才会坠你这个一穷二白不解风情的女人，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坠给村口二妞呢，至少她家里真的有2头牛。我越说越来劲，站起身大步往颜无欲走去，温热鼻息都喷洒在她颈侧。她被我逼得连连后退，面色通红，却一个字也憋不出来。我干了一碗茶，坐回床上脱掉鞋袜，挽起裤脚伸了出来，露出粗壮的双腿。哥不装了，哥今天要重整夫纲，大展雄威。女主视线落在我的脚上，又似乎被烫到一般缩回目光，转向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耳垂红的能滴出血。你这成何体统？我切了一声，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些？去，给我打盆洗脚水来。见他不动，我将他怀里的剑扯了出来，放在床上，脱下外衣。还不去？是准备看我的8块腹肌吗？女主落荒而逃，不一会儿就敲响了门。把剑还我！你先把洗脚水给我端进来。女主语气急促。你先把剑还我！我悠哉悠哉地嗑着瓜子，给你1刻钟的时间，你要再不给我端洗脚水，我就用这件垫脚喽。这件才是女主的真老公。果不其然，女主愤怒地拍着门：“你敢？你可以试试看，我敢不敢？”1刻钟后，我和女主一手交剑，一手交洗脚水。我舒舒服服地泡着脚，女主抱着剑蹲在房门外，小声又苦恼地问：“咦，这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啊？”另外一个声音答：“不懂了吧？这叫欲擒故纵，攻略者故意色诱你，坏你道心。”女主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开心的在外面练起剑来。我暗自嗤笑，这回谁再顺着你，谁是狗。攻略个屁，害我9次任务失败，老子不磨死你我跟你姓。我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细软，背着包袱上了第3次攻略失败的那座土匪山。俗话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抱着当初将我从城楼丢下的山匪的大腿，涕泪横流。哥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快2米的山匪扛着一把鎏金大刀，砍也不是，放也不是。他深吸一口气，苦口婆心道：“老弟儿啊，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我把眼泪一抹，我叫马小安，你叫马猴，因为你屁股有一半红斑，是咱爹给你取的名字。不信你可以脱裤子让他看看。我指向一旁站着的马小山。马猴捂着屁股，一脸震惊，连这你都知道？难道你真的是我10年前走丢的弟弟？我点点头，眼神示意马小山，我们长得是不是很像？马小山语气凝重，像，实在是太像了，尤其是这双眼睛，不多不少，正好2个，完全继承了老大的英武帅气。马猴丢下大刀，将我扶起，猛然落泪：“弟弟啊，俺终于找着你了！”第3次攻略时被山匪绑架，土匪山的底儿都被我摸得差不多了。满嘴胡言乱语的马小山是看守我的那个人，他天生缺根筋，脑子转不过来。那些人偏偏爱来关押我的地方和他聊八卦，把土匪山10年来的八卦都摆了个遍。那人说的尽兴，马小山频频点头打瞌睡，只有我听得津津有味。你看这信息不就用上了？认了老大当大哥，路一下就走宽了。本来那次我靠自己是能够逃出来的，偏偏系统要让我等女主美救英雄，最后脑袋被当西瓜摔。信女主不如信公猪上树。我大声渲染杜撰自己的悲催经历，成功打入土匪内部。我在土匪山好吃好喝的躺了半个月，起身正准备松松软骨头，马猴兴奋的叫喊声传来：“老弟儿，你看我带啥回来了？”马猴将肩膀上扛着的少女往地下一扔，就像扔一具尸体一样随意。我掀开她凌乱的头发丝儿，露出原本被遮掩住那张清冷出众的俏脸。我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哥，你是真能耐啊！女主都被你搞回来了。”6，女主武功不是天下第一吗？这么轻易就被土匪给绑了？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马猴憨厚的挠了挠脑袋，其实也没有太大能耐了。你之前那个老婆不是对你不好吗？这回哥给你挑个漂亮的，保管把她调教的服服帖帖的。什么人不挑您，偏偏挑女主啊？我刚跑路不到1个月喂。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马猴有些着急，咋不说话？是不喜欢吗？要不你先看看，这身板看着瘦，有料的很嘞。马猴像个推销的老鸨，险些把女主的衣服扒开验货。使不得，使不得！我堪堪摁住他的手，将女主胸口的衣襟拢了回去，遮住那片乍现的春光。哟，女主还是冷白皮，好粉，别跟哥客气啊！马猴颇为得意，我足足下了3包蒙汗药呢，这丫头还是使剑的，我不一定打得过。他将女主翻了个身，露出他身后的佩剑。老弟儿，你要是不要，那我就丢下山了。要，怎么能辜负大哥的一片好意了？送走了马猴，我习惯性的查看了女主的好感度，50。系统好心补充，属于认识但不熟。我提问，女主只要好感度不等于0，我就不算任务失败是吧？原则上是这样。宿主，你想干啥？我搓了搓手，想体验下在死亡边缘反复横跳的感觉。横在我和女主中间的，就是这把她从不离身的破剑。想来那晚我听到的另外一个声音，也是这件吧？不仅9次破坏我的攻略计划，而且每次嘎我都巨疼。我想往外拔，这件却跟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很有灵性，不是主人还不让拔。我把这件绑了石头丢进后山的深潭里，和他说了声拜拜。嘿嘿，手无寸铁的女主，我来喽！我端起一盆凉水倒在女主脸上，又猛踹了几脚。她醒了过来，眼神从茫然变成轻触的厌恶。季斐安，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我一只手拿着盆，一只手叉着腰。第一，我不叫季斐安，我现在大名是马小安，以后只能喊我这个名字。
颜无欲挣扎着爬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剑呢？这儿是土匪山，我哥老大，我老二。至于你呢，说的好听点是土匪山的人质，说的直白点就是专门伺候我的，懂了吗？颜无欲跌跌撞撞地朝我伸出手，我不想陪你玩什么过家家，把剑还我。我将那木盆往他手里重重一放，迷药还没完全失效，他哐当一声跪倒在地。我抬起他的下巴，欣赏他屈辱又倔强的表情，蹂躏高岭之花什么的，我最喜欢了。你要是伺候的好呢，我就给你一口饭吃。另外一只手往他腰腹处一划，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嘎你腰子。颜无欲全身巨震，脸色难看无比，一把将我推开，近似嘶吼：“你知不知羞？还有更过分的呢！”我说罢就亲了上去，挑衅道：“你再叫啊，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女主被我糟蹋的嘴角流血，两眼一翻气晕了过去。小样儿，看我不恶心死你！我睡得正香，女主跟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我床头，冷不丁的一声把剑还我，差点让我陷入噩梦。我气得把枕头往她身上砸去。你有病吧？大早上的不睡觉，实在是闲着没事，去把门口那2里地给犁了。我的剑在哪儿？我深吸一口气，成天贱的，我瞅你挺像个贱人的。女主有点惊喜，你也觉得我人剑合一？那你更不该私自拿走我的剑。你不是要攻略我吗？你把剑还我，我就允许你继续攻略我。我倒下床打了个哈欠，你不是要杀夫正道吗？来吧，现杀！还有，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懂吗？滚去离地！还我攻略你呢，哥早就撂挑子不干了。颜无欲一脸怒意，我使出杀手锏，你要干得好，我就把剑还你。我睡好了，精神饱满的出了门。一堆人在围观颜无欲刨地，大多数都是婶子，见我端了盘瓜子过来，纷纷斥责我太过分。我不以为然的和婶子们打马大哈。小小种地，自然是不会让有修为在身的女主太过劳累的。马猴挤了进来，有点恨铁不成钢，咱家新进门的媳妇儿，你就让她跟条老黄牛似的吭哧离地，太大材小用了吧？说的太好了。马猴完全不知道我是入赘的，对比女主给我的伤害，这完全就是小儿科嘛。我吐掉瓜子皮，指挥颜无欲去帮王婶把粪挑了。颜无欲干了3天粗活，眼见着都黑了2个度。女主这职业跨幅挺大的哈，从修仙跨行种地。我表扬道：“这地翻得不错。”颜无欲脸上有了一丝喜色。那你可以把剑还我了吧？我正色道：“这地翻完了还得播种呢，播完种后要插秧，秧苗摘完了要施肥除草，高粱熟了要摘高粱，玉米熟了要摘玉米，采摘完了还得晒干，活还多着呢。季斐安，你是不是故意耍我？”颜无欲握紧拳头，如果不是马猴站在我身后，我感觉他随时都要爆发。马猴打了个哈哈，颜无欲捏着他愤怒的小拳头离开了。马猴看起来比我还愁，不大一会儿就神秘兮兮的凑了过来：“老弟儿，咱家有家传秘籍，专治地袭这种硬骨头，你试试不？”我赶忙拒绝，光是颜无欲枕头下面的那本功法就够我练的了，还来？遭不住，真的遭不住。更何况我也不是他亲弟弟啊。马猴无视我的拒绝，拿出那本古籍，说：“俺不识字，当初咱妈说这玩意儿传女不传男，咱俩都是男的，不过这也不能失传了不是？你拿去对付着用吧。”看着古籍封面上明晃晃的简体字，我推举的手一顿。我问系统：“哪家好人的传家秘籍叫《耙耳朵训练手册》啊？”系统点烟，吐出一个烟圈，抬头望天，45度沉思。别问，问就是剧情设定。我大叫起来：“我一个男的，你让我学这个？”系统安慰道：“宿主，你别忘了，这是女尊事件，凑合着用吧。你看能不能训训女主，长好感度？你俩还能离咋地？”系统说到最后，音量越来越低。我苦心研究了一晚上，耙耳朵训练手册，顶着2个黑眼圈出门。马小山跑过来说：“颜无欲也开始摆烂了，地也不犁了，粪也不挑了，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混吃等死。”
我跑进他的房间，推了推他：“小玉珠，起床了。”颜无欲翻过身，背对着我，用被子蒙住脑袋。我还扒拉不开，小臭脾气，真给哥气笑了。我问系统：“女主这是抽什么风？”系统反问：“你都能抽风，女主为啥不能抽？再说了，那件事从女主出生就开始跟着她的，跟亲爹娘似的。你给人家扔了，还不准人家浩浩丧？你哪边的？”系统嗲着声音：“亲爱低宿主，人家当然是你这边的啦。要不，你试试昨晚书里的办法奏效不？”我仔细回忆起书中的耙耳朵训练99式，跳上了女主的床。女主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女两只手扯着背角，怒道：“你干嘛？”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吧唧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威胁道：“再不起床干活，我还亲你！”颜无欲光着脚跑掉了。从那以后，只要他不干活或者不顺我心意，我就做事要亲他，把他恶心的不要不要的。马猴悄悄来问：“小安，你确定咱家那古籍你没走火入魔吗？我咋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冲着坐在一边歇息的颜无欲抛去一个飞吻，他立马嫌恶地站起来跑去除草。我满脸自信，反着用也是用，反正都是用，管用就行。马猴捂着眼睛哀嚎：“不带这么秀恩爱的，马楼的命也是命。”山里的农活被颜无欲承包了一大半，马猴就计划着让我教小孩们认字。他有点不好意思，孩子们不可能一辈子当土匪的，总有人要走出去。他又拿出了压箱底的银钱，这些够买书本吗？这钱干净是大家卖粮食凑的。我不在意的笑道：“咱们当土匪的还管他什么来路？”马猴拉着我坐了下来，给我倒了一碗茶。“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其实俺知道，你不是俺的真弟弟。俺弟弟早就死了，就逃荒那年，我没看住他，他被一群野狗分了。等俺找过去的时候，就只有一小截裤脚，还有几块骨头了。”马猴眼里满是悲伤，依旧笑得灿烂。这段时间，你对土匪山的付出，俺都记在心里。盖房子、养鸡养鸭，还拿出了好多俺都没见过的种子，大家都羡慕我有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弟弟嘞。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占了亡人的身份，轻声道歉，第一次感到词穷。马猴摆摆手：“可千万别说这件外话，俺是真心实意把你当弟弟的。”他眼里满是憧憬，要是俺娘知道咱家又有了一个弟弟，该多好！我向他许诺：“哥，等以后我教你识字，咱俩一起回老家去。”我回了房间，一边等洗脚水，一边和系统闲聊，又看了下好感度，怎么才60？系统说：“你知足了吧？就你这么折磨女主，好感度不降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我躺在床上默默忧伤，摆又摆不烂，争又争不赢，我45度锐角的人生好累。系统突然出声：“你说9次攻略失败，有没有得到什么经验？”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木有，女主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家伙，我无从下手。”系统弹出一个托腮思考的表情：“亲，有没有一种可能，需要你先喜欢上女主，女主才会喜欢你啊？不付出真心的人，怎么会收获真心呢？”我激动地跳了起来，半晌说不出话。系统转了个圈圈：“你是不是觉得本系统说的很对啊？人家简直就是一个小天才爷。你是不是有病？还是女频虐恋言情看多了？天杀的，他杀了我4次，我还能爱上他，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的天，但凡是个正常脑袋都说不出来这种脑瘫话。大姐，你别一天到晚光充电不充智商啊！一个无情无义之徒怎么配得到我的爱？”系统委屈：“我就是给个假设嘛。”那你听好了，我就算是被抹杀，也永远不可能会爱上女主的。我一股脑的骂了出来，余音绕梁3圈。门外传来哐当一声，我打开门，洗脚盆里一半的水都流下了台阶。远处女主的背影匆匆离去，风吹得哗啦哗啦的响，我的心也跟着巴拉巴拉的凉。系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女主派来的卧底。系统悄无声息地下线了。我下山前没有看到颜无欲，马猴叮嘱我这几天山下妖魔很多，非常凶残，让我买完赶紧回来。要是遇到妖魔了，就让马小山殿后。马小山呲着的大牙马上收了回去。我跟着道：“
谁让你要跟着我跑？”马猴笑了起来。马小山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给自己打气：“老大放心，我一定誓死保护小安哥。”我和马小山一路去了镇上，买了书本，还给他买了串糖葫芦。他先给我吃了一个，自己又吃了一个，傻乎乎的记着数。这颗给老大，这颗给王婶子家的胡子，最后一颗分给谁呢？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这颗给玉姐姐吧，毕竟今天她还帮我挑水呢，不然我都没有机会出来玩。我脚步一顿：“你平时去哪儿挑水？”“后山啊，就那个水潭，我每天都要去的。”“那不就是我丢剑的地方吗？”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我把书本全拿给马小山，让他自己先在镇上住一晚。我运起轻功，飞快赶回土匪山。空气里的血腥味弥漫开来，离土匪山越近就越浓郁。我上了山，满地都是我熟悉的人，他们的尸体错乱摆开，脸上表情能看出死前经历过巨大痛苦。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响起，马猴冲着我跑了过来。“哥！”我伸出手想要接住他，血溅在了我的眼睛里。我眨巴了一下眼睛，愣愣地看着剑尖从他胸口穿过。“小安，走！”马猴脸色痛苦，艰难地说完这句话以后，他胸口的剑抽离出来，整个人轰隆一声倒在地上。就差一点点，我就能接住他。我抬起头，望着那个单手执剑、神情冷漠的少女，就仿佛死去的是一只鸡鸭，仿佛她砍的是一块木头。可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昨天还在满心欢喜和我讨论未来的人。我喉咙一紧，嗓音粗粝：“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土匪。”他连眉头都未曾皱，拿出干净的帕子擦干剑上的鲜血。对一个死物爱若珍宝，却对生命丝毫没有敬畏之心。他是土匪，那他们生生世世都该是土匪吗？那你呢？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清楚吗？同样都是人，你就比土匪高尚吗？颜无欲，这就是你的道吗？我连声质问，声声泣血，凝气为剑，全力斩向颜无欲，只想把心中的滔天怒火全都发泄出来。若不是系统及时唤醒我的神智，我险些将女主的头颅斩下。宿主，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若是女主在好感度没达到100%的情况下死掉，你也会被抹杀的。纵然偏了些力道，女主的眼睛被我的剑气所伤，再难复明。我向女主走去，她扶着手里那把剑慢慢站了起来，眼睛流出2道血痕，却仍旧是不屈不挠的姿态。那把剑不断争鸣怂恿，杀了他才能稳固你的道心。想杀夫正道，就不先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这个夫。我一道气剑击碎他的膝盖骨，冷声道：“你以无情剑正道杀死无辜之人，还妄图飞升，那我便丢了你的剑，毁了你的道。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能成仙的。”我封存了女主的修为，篡改她的记忆，留她一口气，将她丢去南方属地的一个城隍庙乞讨。她的那把破剑被我托了一个路过的商队，卖去了千里之遥的极寒北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辈子他们是无缘再见了。那个意气风发的执剑少女，现在变成了又瘸又瞎的小乞丐，毫不起眼。她想去乞讨，却因为腿断了，出不了远门。偶尔来施舍的人被她苍白的瞳孔吓得匆匆逃离，连带着其他乞丐分到的吃食也少了。他们不乐意了，把她乱揍一通，丢出城隍庙。我去的时候，颜无欲整个人蓬头垢面的躲在屋檐下，接着雨水，贪婪的大口喝着。我将一个冷硬的馒头丢在他的脚下，他畏惧的缩起身子。我转身离开。不知过了多久，女主伸出手慢慢摸索着，将地下那个被雨水浸泡的馒头拾起来，躲在墙角进食。我隔3差5过来瞧瞧女主死了没，偶尔丢点吃的给她续命。我离去，女跟个机器似的进食，中间没有任何交流。蜀地妖魔横行，当初马猴是逃荒离开的此地，我一边替他寻找在世的亲人，一边降妖除魔。我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个认识耙耳朵训练手册的男子，他叫陈叔，也是一位降妖师。按辈分我还得叫他一声表哥。我没有告诉他马猴已经去世的消息，只说他在远方安了家。陈叔倒是爽快，直言让我以后跟着他，保管吃香的喝辣的，
有时他先顶上。第二天我就被妖给卷进洞府里，花了半个月才把这难缠的妖给灭掉。等我回到家时，他还在花楼饮酒作乐，好不痛快，丝毫没察觉自己老弟儿已经走半个月了。我满脸忧伤地走在大街上，却察觉自己被人跟踪。我绕进一个小巷子里，等那人进来后，一剑横在他肩上，居然是女主。她换了一身整洁的衣裳，依旧破旧，头发也打理过，大概是瞎子的缘故，凌乱中透露出一丝整齐。你跟着我干嘛？我把剑收了回来。女主绞着手指，你很久没来看我了。我有点不耐烦，你这不是没饿死吗？虽然还是一瘸一拐的，但腿伤明显好了不少。我不是来要饭的。女主脸色苍白，那双白色的瞳孔望了过来，像个妖精异类一样，偏偏她自己并没有察觉。我皱着眉问系统，他难道能看到我？不应该啊，我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很香，所以就算我看不到也认得你。听到女主的解释，我的眉头越皱越深，让系统拉了一下好感度界面，居然80了。女主是不是有点抖 M 倾向？系统颤抖，难道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女主能听到咱俩说话吗？盲生，你发现了滑点。既然我能听到女主和她那破剑的谈话，想来女主能听到我和系统的对话也是正常的。伤害值直接拉满。女主脸红道，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只是你一直叫我吕竹，这是我的名字吗？我面不改色回答，不是，你叫小玉珠。系统和女主同时沉默。女主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塞了过来，送你，这是这段时间我刻的做梦梦到的仙人。虽然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但我想你应该比我梦里还要好看。女主匆忙离开，甚至在拐角处栽了个跟头，留下我和系统在冷风中凌乱。我拿出手里的东西，是一个木头雕的笑脸娃娃，那是在土匪山时我偷亲到盐无玉后笑得最灿烂的一次。系统，有，女主失忆前还死鸭子嘴硬说看不上你呢，怎么失个忆就把脑子也给丢了？原来看不上的时候就已经在看了。我跟握个烫手山芋一样，恼怒地将笑脸娃娃扔给系统，让他随便处理。没过几日，陈叔就过来认错，直言美色误人。他神秘兮兮地邀我到他府上，说接了大妖的单子。陈叔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那媚妖一连害了20多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狡猾得很，只有男女一起他才会出现。这媚妖好生厉害，看来是得我2人合力才能擒住。我又问他，那咱俩谁扮女人？陈叔颇为豪爽地拍拍手，那不用装，我重金聘请了大美女。接着女主一袭白衣踏了进来，她四肢纤长，身姿单薄，眼睛被黑色的布条蒙住，身着一身白衣，如同雪山上盛开的雪莲花，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最关键的是，她手里拿着的是早就被我卖去极寒北境的那把破剑。见我直勾勾地盯着颜无玉看，陈叔拍了下我的肩膀，颇为炫耀道：“小安，这个是不是长得贼漂亮？”我敷衍地点点头，只能说你们兄弟俩的审美出奇一致。陈叔跟藏宝似的站在女主面前，挡住我的视线。他小声道：“这个是我从路上捡回来的，我这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普通人，眼瞎腿瘸都是被奸人所害。”女主中途落魄被救，然后以身相许的戏份，这回总该轮到我了吧？嘿嘿，你是不知道，我一把他的经脉，不知道被哪个兔崽子全给堵了。他本来修为还挺高的，脑瓜子也给人砸傻了，还说自己叫小猪小狗什么的，啥事也记不得了。你说这是什么怨什么仇啊？要是给我碰上，我准削他。眼见祖宗18代都快被陈叔翻出来数落一通，我忙捂住他的嘴。嘘，再骂就不礼貌了。陈叔这才收住，含情脉脉地看了女主一眼，跟只苍蝇似的围着女主这朵鲜花绕了几圈，亲热地挽着女主的衣袖。小阿，我和小猪猪都说好了，等明天花灯会上，我们2个委屈一下，假装夫妻吸引那媚妖，你记得趁乱上，速战速决哦。陈叔故作亲热地依偎在女主肩上揩油，看得我一阵恶寒。我拽住女主的手，将她拉了出来，她摆脱了陈叔的控制，找了个上茅房的借口溜了。陈叔还想跟着出去，我将他拉住。
小安，你记得晚点来，你表哥能不能脱单，就看这回了。他不行。陈叔一脸正色，我都还没试过，你怎么能说人家不行呢？我试过，她是我的女人。陈叔干笑两声，握着我的手尴尬道：没事，哥就看看，不干其他的。我出了门，女主笔直地站在门口，跟一尊门神似的。听到我的脚步声后，她毫不掩饰面上的欣喜。我们又见面了。我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我可以叫你小安吗？我没回答，目光投向她手里的剑，问道：这剑你是从哪儿找到的？颜无欲扬起手中的剑，发丝恣意飞扬。这是胡商远从北京带回来的宝剑，因无人能拔出，一直流落到我们这里。我一见这剑便感到亲切。陈叔说我要是答应陪他降妖，他就将这剑买来赠我。可惜我至今也未曾拔出这剑。什么胡商还能跑到北京去啊？还偏偏被陈叔买回来送给女主。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原点，真是斩不断的孽缘。估计过不了多久，女主就会恢复记忆。她小心翼翼地扯着我的衣角，又补了一句：我和她没什么的，不必向我解释，与我无关。我抚开她的手，冷下脸离开。女主脸色霎时一片苍白，僵硬地注视着我越来越远的背影。花灯会上，打扮得帅气逼人的陈叔挽着颜无欲闪亮登场，他身后还跟了只花里胡哨的小花孔雀儿。陈叔逮住我，悄咪咪道：哥今天特意照顾你，把萧花楼头牌都喊来作陪，你小子有福了。这福气给我也不敢要啊，不准对我说不。陈叔把我往身后一推，花孔雀儿笑眯眯地牵着我的手，刚沾上就被女主主无情打掉。花孔雀儿也不恼，再次冲我伸出手：小安公子，奴家轻摇，不知可否能同游此会？陈叔和颜无欲的眼神跟两根钢针似的扎在我背后，我索性闭上眼睛，啥也不看，跟着花孔雀儿走了。花孔雀儿不愧是花孔雀儿，一路上都在孔雀开屏。不大一会儿，我连他家家底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行至鹤桥，他突然将我挡住，摘下了我头上的一片柳叶，勾唇浅笑。不同于颜无欲的清冷，轻摇艳丽的像坟地里开出的毒玫瑰，勾人心魄。小安，可愿意娶我？太快了，救命！抱歉，我已婚。轻摇环抱住我的腰身，凑在我耳边轻笑道：我不介意，若是小安，我愿意为妾。我生无可恋，只想快点跑路。小安，颜无欲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在我们后面，我有话跟你讲。我感激的想走过去，却被轻摇牢牢抱住。他没好气道：没看到我正在告白吗？懂不懂先来后到，滚后边排队去。颜无欲上前将轻摇的手打开，一字一句道：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颜无欲拉着我走了很久才停下。我问他：你恢复记忆了？没有。他依然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我只是梦到了我们成婚的画面。这是真的吗？我挣开他的手，退后一步。是真的。你又当如何？颜无欲手足无措。我真的没想到，我居然能嫁给你。是我坠给你。我在心里默答。接着他眉头一皱，提出了一直被忽视的那个问题：既然我们是夫妻，那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乞丐？颜无欲估计想到我从他当乞丐开始就一直在，并非不知情，跟条被主人遗弃的小猫咪一样。他看不到我的表情，神情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转身欲走，却被一阵妖气袭击。转身，我和颜无欲一起跌入幻境中，被三个人轮流折磨，我都差点忘记今天的主题是降妖了。我推开满脸酡红意乱情迷的颜无欲，嫌弃地擦去一脸的唾沫，满幻境找媚妖的真身。颜无欲小声叫我的名字，不停地靠了过来。施主，你倒心不稳啊！我将他快被自己扒开的衣裳合拢，一剑砍向地上的石头，整个幻境动荡了一瞬。那石头发出拟人化的尖叫，现了行，直接朝我扑了过来。这是他的主场，我的行动受到限制，被抓烂了胳膊。他准备出杀招的关键时刻，颜无欲拔出剑将他击毙。幻境破碎，我躺在地上，有点欣慰。你终于派上过一次用场了。季斐安，好玩吗？
颜无欲和从前一样清冷的声音响在耳侧，提着剑走到我身边。我头晕目眩，满脑子都在绽放烟花，胡乱回答：“啊，你终于回来了啊！”可是我再也回不了家了。最后一次死亡，居然是这么轻飘飘的感觉。我费力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颜无欲白净如雪的下巴，这才发现自己竟是半躺在一张床上的。他居然没有杀我！颜无欲给我喂药熬粥，我感觉自己跟待宰的鸡一样，时日无多就算了，还要等自己的刑期。他抿着嘴唇问：“怎么才喝这么点儿？”我看着那比我脸还要大的粥碗，有点无语。我干脆往床上一躺，要杀就杀，别磨叽。颜无欲把我薅起来，神情冰冷的往我嘴里一勺勺喂粥。僵持3天后，我被人掳走了。掳走我的人是花孔雀青鸟，她还自报马甲。她的另外一重身份是臭名昭著的魔女，她喜欢让恋人们玩一些选择的游戏，比如此时的女主拿着一封信御剑而来，而我被大魔女绑在悬崖上，绳子的另外一端被她拿在手里把玩。魔女满脸戏谑：“你要想救她，就只能自毁其剑。”系统嚎啕大哭，震耳欲聋：“宿主，你这回死定了！女主好感度只有90，她肯定不会救你的。”完了完了，要是这回死了，那就真的死翘翘了。我不想被主神抹杀啊！魔女松了下绳子，陡然下坠的速度让我忍不住叫了一声。魔女看向男主：“剑和小安，你只能选一个。选好了吗？”女主低垂着头：“抱歉。”她御剑离去，天边划过一道流光。魔女，我将绳子丢在地上。我早就说了，这招不行。这狗屁女主眼里只有她的剑，害我在悬崖上荡了那么久的秋千，好感度到90又怎样？人家硬是连头都没回一个。魔女递了一串五花肉过来：“莫生气，莫生气，小啊，你这都第几次了？不是我说你，该看淡了。”我泄愤地咬下五花肉，使劲咀嚼，就像在吃女主的肉一样。魔女是这个世界里唯一一个轮回时世还保留记忆的人物。我俩难兄难妹，每次女主嘎完我之后就去嘎她。她给我倒满了酒，满脸真挚道：“要不你把攻略对象换成我吧，至少在我这儿没人能比你排在更前面，那你就能回家了。要是能换，我也不至于那么惨啊。来，既然我们逃不开这个结局，那就让我们一醉方休。”魔女倒是洒脱，我也跟着举起杯子。系统疯狂拉响警报，女主正在御剑赶来的路上。我手一抖，满满一杯酒洒在我的身上。快绑我，女主来了！我和魔女手忙脚乱，最后我急中生智，倒在魔女膝前。魔女当即发挥演技调戏我。女主收了剑，站在门口。魔女慢悠悠道：“你不是不选小安吗？又回来做什么？”不用演了，3里外我就听到系统的警报声了。系统，我去你爹的！系统不敢开枪，差点忘了，女主现在是瞎子。当她失去视力的时候，其他感知就非常敏锐。最后一次，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魔女冷笑一声，率先冲着女主发起攻击。女主与她打斗，遍体鳞伤，最终险胜。魔女笑着叫了我一声小安，而后消散在天地间。我站起身，慢慢走到女主对面。她问：“小安，你一直在骗我吗？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她满脸的期待渐渐消失。我答：“有。”我蹲下身，轻柔地擦去她脸上的血水。其实我第一次跟你成婚的时候，我就想过和你白头偕老，但你心中无爱，更无我。女主有点激动：“不是的，如果我不爱你，怎么会嫁给你？”我接着道：“我也很喜欢在土匪山时候的你。你不知道，其实这一次我本来已经放弃攻略了，是马猴又将你送到我的身边，可是你杀了他，杀了他们。”不是的。颜无欲慌乱地抓住我的手，攥得生疼。他一向冰冷，此刻却像冬日暖阳下快融化的雪人，眼里布满委屈和隐忍的爱意。不是我杀了他们，是妖附身在马猴身上杀了他们，我只是除了那个妖。我的眼泪砸在他的手背，他放下剑，笨拙地擦去我眼角的残泪。小安，你不要哭。我拾起那把沾满血腥的剑，站了起来。
女主的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了尘，意味了却凡尘。女主的命运是杀夫正道，我的命是攻略她，我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颜无欲，我从未后悔过娶你，但我阻了你的道，我们都阻了你的道，都是这把剑惹的祸。颜无欲惨笑着问：“你要杀了我吗？”我把剑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颜无欲跪着向前摸索，他每次向前挪一步，我就往后退2步。我语气悲凉：“你不要烦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我们10生10世的孽缘也终究结束了。颜无欲有些慌张，却因为眼瞎什么都看不到，他第一次失声大喊起来：“我没有怪过你，无论是土匪山还是城隍庙，真的，我没有怪过你。”了陈剑将我的脖子划出一道伤口，血跟着流出来。女主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她的声音颤抖：“小安，把剑放下，我求你别做傻事。”我划拉了一下好感度界面，99，赌最后一次。我摇摇头，毅然开口道：“今日就让我以死来换娘子正道飞升，也算是这一生我折磨你那么久的补偿。我只愿生生世世黄泉碧落，再不相遇。”我引颈自录。不！颜无欲跌跌撞撞地爬向我的尸首，想要给我止血。大股大股的鲜血从他指缝里流了出来。小安，我爱的一直都是你啊！第一，女主好感度100%，攻略任务成功。我回到了系统空间，系统给我放了一串又一串的电子烟花。我捂着脖子，重重地叹了口气。赌对了，但好险，差一点就回不来了。系统不适宜的吱声点评：女主除了打不过你之外，其他谁都打得过。闭嘴！我努力平复心中的悲伤。要不是你拖后腿，我能完成的那么艰难吗？不过幸好有了一个2全其美的结局。我回到自己的世界，而女主正道飞升。系统吞吞吐吐道：“宿主，你倒是能回到原世界，可女主有点惨，你要看看不？”我还真有点好奇。系统打开原世界的画面，我给女主下了一剂猛药，任凭谁眼睁睁地看着爱人因为自己自尽都会疯一段时间。但女主没疯，女主在我的尸首前跪了3天3夜，然后毅然拖着我的尸首回到了土匪山。颜无欲把之前种在土匪山的高粱玉米都收割来卖了，然后把钱给了马小山，让他在山下安家。他甚至还叮嘱马小山2日后上山去祭拜马猴和我。马小山提着祭品只前上了土匪山。马猴的坟墓旁边，不知道是谁恶作剧挖了个大坑。马小山好奇地往下一看，呜呜大哭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坑里躺着的是他的小安哥，穿着一身红色的喜服，一只手被旁边身着女士婚服的人枕着。向来冰冷不近人情的雪山神女盖着红盖头，此刻乖巧地依偎在夫君怀里，好似找到了一生的巢穴。那把了陈剑从纪匪安的心口一直贯穿到颜无欲的心口。开始是马小安认了一个土匪哥哥，结局是土匪山上多了2座哀灵的坟墓，像一个圆圈，又画回到原点。我喃喃问道：“我都死了，他为什么还要用剑捅我一次？”系统叹了口气，说道：“女主以剑为契约，好在下一世找到你，还债。”听到还债这2个字，我浑身一震。系统继续说：“宿主，你有2个选择，一个是留在这里重新开始，可以和女主有一个美好结局，还有就是回到自己的原世界。”我选回去原世界。系统挽留，真的不考虑颜无欲吗？可我感觉你已经爱上他了。我摇摇头，我有我的生活，爱情并不是唯一。颜无欲，你不欠我的。最后一次死亡，我们已经2清了。系统不再挽留，小声说还给我留了个小礼物。和系统道别后，他把我送回了原来的世界。我从床上坐起来，只感觉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想去摸手机，却抓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那是颜无欲送我的笑脸娃娃。我迟疑不定，心口处微微发烫。霎时，门铃响了。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故事，喜欢就订阅吧。